来，坐近些，炉火正好，茶也温着。我是洛清寒，有人叫我说书人，有人叫我仙子。其实啊，我只是活得久了一些，看得多了一些。今晚不讲某一只神兽，也不讲某一位英雄。今晚我想给你讲一卷书，一卷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的书，一卷被人当过地理志，当过巫书，当过怪谈的书，也是我这几千年里翻得最旧的一卷书。它叫《山海经》。你可能会想，一本古书而已，能有多特别？这么说吧，它全文只有31000多个字。31000字是什么概念呢？你们如今随便一部小说几章的分量就赶上它了。可就是这3万来字，装下了440多座山，300多条河，400多种怪兽，几十位神明，和一整个先民眼里的世界。字很少，世界很大，这就是《山海经》。先说说它长什么样。流传到今天的《山海经》一共18卷，前5卷叫山经，也叫五藏山经。南西北东中5个方向的山，一座一座的记。后面13卷叫海经，海外4经，海内4经，大荒4经，最后还有一篇海内经。你要是把它翻开，会发现它写得特别像一本旅行笔记，或者说一本账本。真的，我一点都没夸张。它的句式永远是这样的：右东300里有一座什么什么山，山上有什么矿，山下有什么草，有一种兽长什么样子，叫什么名字，吃了它会怎么样。然后右东300里下一座山，像不像一位特别认真的向导在给你报路线？先民就是这样，一座山一座山的走，一笔一笔的记，把他们知道的天地全部写了下来。那这本书究竟是谁写的呢？古人说是大禹和他的助手伯益。大禹治水走遍9州，把一路的见闻记下来，就成了这卷书。这个说法很美，但我可以悄悄告诉你，不是的。这卷书不是一个人写的，也不是一个时代写的，它是从战国到汉代，几百年间许许多多无名的人一笔一笔攒出来。有巫师，有方士，有史官，也许还有走山路的商人和打猎的人。到了西汉，有一对父子刘向和刘歆，在皇家的书库里整理天下典籍，才把它校订成册传了下来。也就是说，这卷书没有作者，或者说它的作者是整整一个古老的民族。有意思的是，连太史公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那一位提到他都要绕着走。他说《山海经》里那些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我不敢说。你看，2000年前最伟大的史学家面对这卷书，也只能承认他超出了他敢下笔的范围。那这卷书里到底藏着什么，让他不敢说？来，我挑几个翻给你看。翻开第1页，南山经的第1座山，招摇山。山里有一种兽，样子像猿猴，一对白耳朵，能爬树，也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，名字叫默默。书上说吃了它的肉，善走，跑得飞快。你看，先民记怪兽，永远不忘补一句，能不能吃，吃了有什么用？那是一个饿怕了的年代啊。再往东走，青丘之山，有兽焉，其状如狐，而九尾。
九尾狐最早就住在这里，那时候它还不是妖。书上说，吃了它的肉，不逢妖邪之气。它是护身符，不是祸水。后来那些狐狸精的故事，都是后人一层一层加上去的。还有发鸠山上那一只小鸟，花脑袋、白嘴壳、红爪子，叫声像在喊自己的名字，精卫，精卫。她本来是炎帝最小的女儿，去东海游玩，溺死在海里，魂魄不甘，化作了鸟，每天衔着西山的树枝和石子，飞去填那片东海。3万字的书里，他只占了几十个字，可就这几十个字，让后世每一个不肯认命的人都记住了他。还有巨人夸父，追着太阳跑，一路追到太阳落下的地方，渴死在半途，手杖落地，化作一片桃林，留给后来赶路的人乘凉解渴。还有刑天，和天地争位，被砍去了头颅，他就以乳为目，以其为口，一手握盾，一手持斧，继续挥舞。还有中山之神烛龙，身长1000里，人面蛇身，通体赤红。他睁开眼，天下就是白昼；闭上眼，天下就是黑夜。他不吃不喝不睡，也几乎不呼吸，因为他一呼吸就是席卷天地的长风。还有昆仑之上的西王母，先别急着想象后来那位雍容的王母娘娘，书里的她，豹子的尾巴，老虎的牙齿，蓬乱着头发，仰天长啸，掌管的是瘟疫与刑罚。对，最早的西王母是让人腿软的凶神。还有一位我私心很喜欢的，天山的帝江，一只神鸟，红得像一团火，6只脚，4只翅膀，可浑身上下没有脸，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没有嘴。书上却偏偏写着他识歌舞，一个没有五官的神，却天生懂得唱歌跳舞。你说先民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讲到这里，你大概已经感觉到了，山海经记的哪里是怪兽，他记的是先民面对这个世界时那一颗又害怕又忍不住好奇的心。3000年前，山的那一边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海的尽头有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天为什么会亮？为什么会黑？也没有人知道。他们能做的就是把听来的、见过的、猜想的全都记下来。哪座山有铜？哪条河产玉？哪种草能治病？哪种兽一出现就有大水？这是人类最早的一次尝试，得整个世界编一份目录。所以你看到那些吃了善走，配了不迷路，别笑，那背后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愿望，想跑得快一点，想在深山里找到回家的路，想让孩子平安长大。先民把所有的愿望都寄托在了这些奇奇怪怪的生灵身上。这卷书后来的命运也很像一个流浪的孩子，汉代人把它当地理书读，魏晋的人给它做注配图，东晋的陶渊明种完豆子回来，最爱做的事就是在窗下翻它。他写过一句诗：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。在他那个年代，山海经是带着插图的，叫山海图。可惜那些最古老的图全都失传了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明代画师重新画的，比如蒋英好的那一版，一只兽一只兽都有了模样。再往后还有一个小孩念念不忘一部《三哼经》。
他不识字的保姆告假回家4、5天，竟然真的给他买了回来4本小册子，人面的兽，9头的蛇。那个小孩后来叫鲁迅，他说那是他最初得到的最心爱的宝书。你看，从大禹的传说到司马迁的不敢言，到陶渊明的窗前，再到一个孩子的枕边，这卷书流浪了3000年，每一程都有人接住它。那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它？因为那400多种怪兽是先民的心跳，因为精卫的执拗，夸父的奔跑，刑天的不肯倒下，早就不只是故事了，它们变成了一种脾气，一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每当有人在绝境里不肯认输，那只填海的小鸟就又活了一次。好了，今夜的火也快烧到头了。这一卷山海3万字，我今晚只翻给你看了一个角，那些山里还有太多的名字在等着。青丘的九尾狐，沙赤游的应龙，饕餮，穷奇，毕方，文陶。以后的夜里，我一个一个讲给你听。我是洛清寒，山高路远，故事很长，你来做，我讲你听。